大家好，现在已经8月中了，相信大家的菜园陆陆续续的开始大丰收了。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对采收的经验分享。每个人种的瓜果蔬菜种类很不一样，环境也不一样。我在这里分享的只是我个人的经验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。我自己在大家的留言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在这里非常感谢所有留言给我的朋友们。我住的地方是美国中部，在 Zone 5的地方，这里的四季分明，9月天气就会开始转凉，10月就会开始下霜，所以现在8月正是我们这里日照最长、天气最热的时候。我今天要介绍的也大多是从现在开始可以采收的一些植物，我就以我的后院菜园目前的情况，看到哪说到哪吧。首先要介绍的是瓜类植物，先来讲一讲西瓜。不管你种的是哪一种西瓜，我们要判断西瓜成熟了没有，该不该采收，都要看这个地方，就是西瓜节上的这个藤。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西瓜，这个藤蔓是绿色的，等到这个小藤蔓变成棕色，变成干枯的，这个西瓜就差不多可以采收了。如果还不放心，可以看这个顶端的小圈圈，如果这里已经凹进去，也表示差不多可以采收了。也有人会看西瓜的底部颜色，如果从白色渐渐转成黄色，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象征。当然也有人会用敲的方式，可是我自己不太会分，之前就是因为用敲的，觉得声音好像很清脆，所以就把它摘了。结果你看，里面的西瓜还不够黄，虽然水分也很够，但是放久一点应该会更甜。这声音好像应该不能太清脆，要有那种结实的闷闷的声音会比较好。这方面呢，我是没有太大的经验，而且我到现在都没有太分得清楚。有经验的朋友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经验哦。瓜类植物在采收前的1个星期最好都不要浇水，这样采摘后的瓜类植物会更甜。南瓜、西瓜、甜瓜都是这样的。说到南瓜，我每年都会种南瓜。除了南瓜它本身很好种之外，它可以存放很久，是我储粮的第一首选。所以无论是疫情期间或者是冬天的储粮过冬，都是非常的合适。南瓜如果想要像我一样存放比较久，那就要让南瓜放到它的皮变得很硬。南瓜叶子枯黄之后再采收，瓜越老可以存放的时间越久。那如果你不是为了像我这样子储粮，其实南瓜在什么时候都可以采收。不成熟的嫩瓜可以当节瓜来吃，切丝凉拌、炒肉丝、炒蛋都是不错的。如果南瓜已经够大，但是不够老，收成之后呢，最好就是要赶快吃掉，因为不够老的南瓜是不能存放很久的。南瓜因为种类比较多，但是一般来说，长到你种的这种品种应该要的大小时，你可以用指甲去捏一下。如果一掐就破，就表示这个南瓜还不够成熟，皮不够硬。另外，成熟的南瓜外面通常会有这个白色粉粉的东西，它这个茎的部分也会木质化，变成像木头一样粗粗硬硬的，那就表示瓜已经成熟了。采摘南瓜的时候，要把这个茎的部分留长一点再剪，而且收成后的南瓜，我会建议放在阴凉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带茎的部分呢，要朝上，比较不容易烂掉。老南瓜有些人可以存放半年以上都不会坏掉，我去年的南瓜就放了好几个月，才慢慢都把它们给消化掉。接下来说说这个网纹甜瓜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种，所以经验没有太丰富。根据有经验的瓜农们的说法，在判断这种网纹甜瓜的时候，会先看开花之后的天数，因为每个品种不一样，
所以通常35天到40天左右就应该开始成熟。然后你就会看到瓜的颜色变化，颜色会从绿色开始慢慢变淡，然后会变成黄绿色，再来会变成黄色，颜色越来越深，就表示瓜差不多成熟了。另外，这种甜瓜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外皮在开花之后的2个星期就会开始出现这种凸出来的网纹，然后这个纹路呢会越来越明显，扩散的越来越多，等到这个纹路布满了大概 90% 的时候，就表示可以采收了。这种瓜的外皮没有像西瓜或者是南瓜的皮那么厚，所以在成熟的时候，这种瓜会开始出现瓜的甜味。所以有很多美国人他发现瓜很容易招老鼠来吃，那你可以像我一样用个东西把它套起来保护一下。种这些瓜类植物，除非你是直接让它们在地上爬，不然的话最好是帮它们支撑一下，不然等到瓜成熟以后会变得很重，然后它就容易掉下来，然后就会裂开，就会前功尽弃。现在来说说青椒、彩椒。有的时候菜园的颜色都是清一色的绿色，炒的菜也都是绿色，太单调。所以呢，我通常虽然不太吃彩椒或者是辣椒，但是每年多多少少都会种一些拿来配色。我在种的时候都会把当初买的时候的这个标签留下来，因为时间久了容易忘记种了什么，那这些果实应该长什么样子。像这个甜彩椒长得就很像辣椒，其实它的采收跟辣椒差不多，就是当它还是绿色的时候可以采摘，但是味道不是它应该有的那种辣椒的辣，或者是彩椒的甜。通常这种辣椒、彩椒要成熟到它应该要的颜色，它的味道就会是最好的。因为这些都很弹性，想要配色或者是调一下味，像这种黄色啊、橘色啊，其实也都可以采摘，味道也不错，只是没有真正成熟之后的那么浓。辣椒也是差不多，你如果种的是红辣椒，那等到红辣椒变成红色，那才是它真正应该采收的时候，味道也是最好的时候。彩椒也是这样，像这种比较大的彩椒，在它绿色的时候也可以采收，就当青椒来炒，甚至做沙拉都不错。但是如果可以慢慢的等到它变成橘色的时候再采收，那味道就真的比较甜。而且要记住，这些植物在快要采收之前最好不要天天浇水，跟瓜类植物一样，味道会比较浓。一样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番茄上，大家应该跟我一样，常常看到番茄已经够大了，可是就是还不变成红色，就很着急。当然我是指这种大番茄，因为这种番茄通常要等很久它才会开始变颜色。番茄跟彩椒这些植物都一样，在它开始准备变色的时候，我们最好就不要天天浇水，水浇太多，果实容易不够甜。番茄变红之后，其实就可以开始采摘。如果你像我一样怕松鼠把这些番茄给咬了，除了可以做一些保护之外，如果还不够红，但是又想尽快的采摘，那你可以采摘以后把它们放在室内好几天，让它彻底的成熟，味道会更甜。如果你可以让番茄在菜园彻底变红再采摘，那当然是最好，因为那时候的番茄会是最甜最好吃的时候。采摘任何的瓜果，最好是茎的部分都要留长一点，这样就可以放比较久。现在来看看这个秋葵，我今年的秋葵种的比较晚，所以现在它们都还很矮，但是不影响它结果。通常在它这么小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采摘了。很嫩的时候，美国人甚至会拿来生吃。当然长大一点点，颜色很鲜艳的时候采摘是最好的。像这个我才2天没注意，现在这个颜色就变得很灰暗，摸起来也有点蓬松蓬松，不太结实，吃起来的口感肯定就不是那么太好。我通常摘完秋葵之后呢，就会把秋葵下面的这个叶子顺便摘掉，因为它下面不会再结果了，所以摘掉就不会浪费养分。现在8月很热，所以秋葵长得很快，有时候天天都可以采收，一定要常常检查，才不会浪费掉。
再来看看我种的豆子，豆子的话种类很多，有些是连这个豆荚一起吃的，像豌豆这一类的。那在它很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采摘，越嫩越好吃。如果只是吃里面的豆子的话，那就要让豆子在植物上久一点才能采收。像这个红豆这种啊，就要等它完全干了之后才能采收。你看我这个今年试种的红豆，完全没有理它，它的豆荚自己就裂开了，红豆都掉出来了。还有像我之前跟大家介绍的毛豆，你可以在它豆子饱满、颜色还是深绿色的时候采摘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毛豆。如果你想等久一点，等到这个植物完全枯黄，豆荚、枝叶都开始枯萎的时候，那你就可以把豆子拿出来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黄豆。像那样的豆子，黄豆、绿豆、红豆，你也可以把它拿来明年种，或者是拿来做好吃的料理哦。再来看看红萝卜，其实萝卜比较喜欢凉的天气，现在已经8月，天气太热，这个红萝卜的叶子会长得非常的大。那我们可以用水喷一下这个地方，或者是翻一下这边的土，看一看红萝卜是不是有露出来。如果是看到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采收一个来试看看是不是成熟了。如果已经成熟的话，就表示这一区一起种的红萝卜都可以一起采收了。再来看看这个超好种的马铃薯。马铃薯要判断它是不是成熟很简单，通常种了几个月之后，等到叶子上面开始枯黄，就可以进行采收。有的时候太早采收的话，马铃薯可能会长得不够大，所以我通常会等到它枯黄之后的1-2个星期以后再采收。其他的叶菜类的植物，因为现在8月真的太热了，所以种的比较少。但是叶菜类的话，像生菜啊、羽衣甘蓝啊、白菜啊这些蔬菜，因为下面的叶子会比较老，新叶子都是从上面长的嘛，所以最好呢，我们要采摘的时候从下面开始采摘，这样下面除了透气之外，也可以防虫。九层塔，我超喜欢九层塔的味道，所以通常种的比较多。九层塔跟罗勒一样，每次我来菜园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把花摘掉，像这样，从这个茎的部分就可以把它摘掉，它会越摘长得越好。摘掉的这些叶子跟花呢，味道非常的香。但是如果你想要源源不断的有新鲜大叶子吃，就要把花摘掉。你看，这是我常常都会摘花的九层塔，是不是长得很好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采收经验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大家留言给我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点赞跟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